原来遥控器失灵真的就一支笔就能够修复，又能用好多年了，真划算。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对于遥控器，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家里的电视、空调等都是通过遥控器控制的，相当便捷。不过，使用时间久的遥控器经常会出现失灵或者是反应慢的情况。不管怎么拍打，怎么旋转电池，好像都没有用。这时不少人就会花钱拿去修，或者是另外购买。其实只需要了解一下遥控器失灵的原因以及修复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家自己修理。现在我们先把遥控器拆下来，先把电池卸下来，然后大家注意观察遥控器的四周，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凹槽。我们用起子类似这样的工具呢，就能够将其撬开并打开遥控器了。电视遥控器主要组成部件有电池、微处理芯片、晶体振荡器、线路板、放大晶体管、红外发光二极管和按键键盘组成。大家先排除是否是遥控器电池没电的情况，如果不是，那么就可以拆开检查这两个部分：按键键盘和线路板，也就是拆开后我们所看见的这两个部分。我们可能只知道通过按按键呢就能够遥控电视，但是按键内部是涂有一层导电橡胶，对应线路板上的按键触点电路。每次手动按下按键时，两个触点接通电路，就能够向电器发出指令。可是使用时间较长了之后，按键键盘上的导电橡胶上和线路板上就会附着着脏东西。另外，像导电橡胶损坏或者是老化，导致无法通电，也会导致遥控器失灵。所以这时我们就可以准备少许的酒精，准备好棉签，将其浸湿，太多的就用手指挤出去一些，然后用它来擦拭线路板和橡胶按键。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把电路板以及另外一面的按钮都要给它每个角落仔仔细细的擦拭一遍。也许是因为电路板沾有粘物，也许是因为导电头的磨损，所以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双管齐下吧。把遥控器两面呢都给它擦拭干净。当然，您家里的遥控器呢能够定期给它擦拭灰尘，也是一种预防遥控器减少寿命的小办法。但是只能够用酒精，不能用水哦。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酒精是一种有机溶剂，具有良好的挥发性，在擦拭电路后能够迅速挥发，不会在电路板上残留水分，从而避免了水分导致短路的问题。其次，酒精的导电性很差，即便有少量的残留，也不太容易引发电路的故障。而水具有较强的导电性，如果用水擦拭电路板，水分残留可能会使不同线路之间形成导电通路，造成短路，损坏电路板。此外，水容易引发金属部件的锈蚀，导致电路板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影响电路板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最后，我们可以再用干棉签擦拭一遍，一来避免残留，二来可以清除得更彻底。很大一部分遥控器呢，在您用酒精擦拭之后呢，它就会恢复原来的状态，就可以使用了。
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您家里的遥控器在操作之后还是不能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按键的导电头呢给它修复一下。那是因为这个按键的导电头使用频率过高，导致导电头磨损，在你使用的时候呢，它接触不到电路板，所以这个按键它就失灵啦。我们就利用家里最常见的铅笔中心的笔芯导电原理，就能够不花1分钱把家里的遥控器修复好啦。现在来把这个失灵的按钮上的导电头给它涂上一层厚厚的铅。橡胶部分同样如此，在对应的点上涂上厚厚的铅笔。铅笔芯主要是由石墨构成，石墨是一种良好的导体，我们涂上的铅笔墨中含有石墨的成分，所以具有一定的导电性能。好啦，现在再把我们家里的遥控器给组装起来。您就会惊喜地发现，家里的遥控器就这么巧妙地被修复好了，特别的实用。不管家里有钱没钱，遥控器坏了，千万不要着急换，这里教你不花1分钱就能够把它修复好。以上修复遥控器失灵的小妙招，您学会了吗？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欢迎评论区留言，随心进行分享。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我是瑶瑶，那么我们下期再见。